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：美西方计划援乌 F-16战斗机，接下来会援助核武器吗？可能性不排除。5月19日，美国总统拜登在 G7 广岛峰会上宣布，美国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包括 F-16在内的先进战斗机。德国总理朔尔茨这一次的表现是反常的积极，他在拜登之前就已经表态，德国支持并愿意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-16。朔尔茨的表态其实比拜登的表态释放的信号更加强烈。各位也许还记得，几个月之前，朔尔茨对于泽连斯基要求西方提供主战坦克，一开始的态度非常强硬和坚决，号称这是一条红线，绝无可能向乌克兰提供西方主战坦克。但后来，美国一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 M 系列主战坦克之后，德国马上就宣布援助乌克兰豹2主战坦克。其实，美国与德国的表现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开始明确拒绝援助，但最后都是对援助一锤定音的国家。一开始的反对不过是试探世界各国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反应而已。而现在还没等拜登宣布支持援助乌克兰 F-16战斗机，朔尔茨就率先响应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号召，愿意培训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-16战斗机了。这是一个打算要升级战争的重大信号。关于援助乌克兰 F-16一事，是英国站出来发起的。英国首相苏纳克之前提议组建一个战斗机联盟，负责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西方战斗机，并对乌克兰飞行员进行培训。此事很快落实了。在日本作为东道国的 G7 广岛峰会上，他们达成了一致。回顾一下西方援助乌克兰武器装备的进程，从不援助重型武器到援助重型火炮、火箭炮，从坚决不援助主战坦克到大量援助挑战者2、豹2、埃布拉姆斯等西方先进的主战坦克和装甲战车，从援助单兵反坦克和防空导弹发展到援助暴风之影远程巡航导弹。西方的援助不断升级，现在又要从援助准核武器、平油弹升级到援助乌克兰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 F-16了。由此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甚至只要乌克兰在3个月左右还没有表现出快速溃败的趋势，美西方国家按照泽连斯基的要求援助潜艇和军舰的可能性就很大。最危险的情况是，我们不排除拜登已经有了援助乌克兰核武器的打算。拜登政府一开始很清楚，无论怎样援助，乌克兰都必将失败，而乌克兰的失败就是美国的失败。拜登绝无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。打败俄罗斯的唯一手段只有核战争，那么就不排除在乌克兰下一步快速走向败局的时候，黄土已经埋到脖子，已经不在乎自己性命的拜登会孤注一掷，援助乌克兰战术核武器，比如核炮弹、核火箭弹以及小型核炸弹。反正核战争打起来，受到伤害的是欧洲。无论毁了欧盟还是俄罗斯与乌克兰，都是美国挑起俄乌战争的本意。这将是俄乌战争最糟糕的情况，而且不是结束的状态，一定还会有后续连锁反应。今天的美国已经失心疯，料敌必须从宽，我们不得不防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